你都睡了7、8天了，还不醒过来？嗯，这还没到冬天呢，你怎么就冬眠了呀？你醒啦？我还以为你要睡到明年春天了呢。你看这床被子好看吗？我就等着你醒过来给你看呢。太鲜艳了。我跟你说，虽然鲜艳了一些，但是我就喜欢这种大红色。你看我平时穿的衣服也都是那么素净的，偶尔换一下不好吗？你虽然长得不太好看，可这穿衣品味倒也不错。比起那些女神仙的云缎彩衣，这些素衣才最好看。你的绸衫呢？我不在时，可是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虽然现在是9月，还不是特别冷，但是我听说喂，蛇之所以你不要再拖了，就是因为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在我面前宽衣解带，成何体统？好心的姑娘给了我这床被子，我们一起盖上就不冷了。来，这样就不冷了，睡吧。那玉清昆仑山是个厉害的法器，你一个凡人既然无法用，丢了也好，免得浑水宝物招惹太多。数千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。3000繁华，只为你一人留恋。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。捡到你的时候，你奄奄一息，抱你回去你都没醒，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。我在此处养伤，原本睡3日也就痊愈了，没想到被你抱走，涂了腐肉草，至今伤口都没长好。不过跟你说这些，你也听不懂。这里你想走便走吧。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，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小翠鸟，小翠鸟，你受伤啦？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跟我回家吧。这只鸟很可怜，我先带它回去了。对你而言，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却与天族太子同床共枕了3个月。我若是不娶你，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。
着黑蛇进城，这可是中荣国最忌讳的东西了。哼哼。哎，又是你，姑娘，还记得我呀？上次就是你抢我扇子，我自然记得你。上次你让我颜面丢尽，我就是在梦里面也能恨得醒过来。幸好今天又让我见到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怎么着？嘿，你干什么？我让大家看一看，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大家快来看一看，这妖女又来了。妖女？那日，她伙同另一个妖女，抢走了我祖师爷的宝物。我为了城中百姓，一直未曾离开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揭开这妖女的真实面目，还大家一个真相。这姑娘可真倒霉啊，算是被你给盯上了啊！前几天你抢她扇子不说，还被路见不平的美人儿教训了一番，怎么着？失心疯了？又来闹腾了？别怪老道不告诉你们这篮子里边是什么东西，这里边可是最邪之物——黑蛇。黑蛇，妖怪呀！怎么着？怕了吧？你这道士上次就骗了我，你说是黑蛇，你以为我们会信啊？是啊，对呀。你若不信，我就揭开这个破布，让你看看。它只是一只小蛇，不会害人的。姑娘，听你这意思，篮子里真的有黑蛇啊？不错，但它并不是什么邪物。真有邪物啊！不要！嘿嘿，我祖师爷的捆妖绳今天终于用上了。真的有黑蛇！真有啊！真有啊！是龙。他带黑蛇进去。是神龙啊！神龙，是神龙啊！真的是神龙啊！神龙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不是黑蛇吗？这世间也只有你把我当作蛇来看。可你变这么大，我以后怎么养你啊？如今现出真身，必会被天公知晓。你且耐心等我几日。姑娘，这黑龙救过我与孙儿的命，婆婆没有什么好报答的。姑娘可否来家中吃顿便饭？不必了，婆婆，你的救命恩人是他，不是我。姑娘，方才是我们冤枉了你。对啊！姑娘，你一定要留下来啊！留下来，让我们弥补一下啊！不必了，太晚回去，天色就该暗了。哎，
姑娘，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！是啊，姑娘，你这样走，我们会很愧疚的。你留下吧，姑娘，你留下吧，姑娘。养了你这么久，都不知道你是一条小黑龙。既然是一条龙，你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不知太子殿下找小仙所为何事？前几日我向你提到玉京昆仑扇的事，你可还记得？记得。殿下不是说这扇子在一个凡人手里吗？不错，但我去凡间查看一番，发现那扇子又消失无踪了。你可能查到它的下落。但凡是天族的法器，与我们这些神仙是一样的，都不曾在典籍里出现。不过殿下若真是对这凡人有兴趣，小仙倒是可以为殿下翻看翻看这凡人的韵部。不必了，本君不需要知道他的经历。是小仙多事了。说到这个，我倒是想让你去凡间帮我办点事。殿下，请说。太子殿下，下去吧。是。放肆！在这宫里，就你最喜欢凶我。天君已定了日子封你做侧妃，你不该再来这里。可我想，最后再侍奉你一次，不行吗？从你1万岁开始，我就日日陪着你读书，晨课晚课我都陪着你。你就不能成全我一次吗？退下。素锦，你可想好了？若是你不退下，我换人来见你如此模样，在我殿中，你就算有1000万个理由，也做不了天妃了。你威胁我？我大好年华，若不是为了你，又怎会嫁给天君？你是说你要和那个女子在一处？不错。你小子也有今天，知道女人是什么了？并不像三叔想的那样。她对我而言，就像是曾经丢了的什么东西，经历了千万，终于找寻到了。三叔，你可明白我说的是什么？当然明白。说了这么多啊，用3个字就够了。什么？动情了。与其说是动情，不如说是报恩吧。报恩？就你被赤炎金泥兽弄了那么点小伤，也值得你说报恩2个字啊？哎呀，不用不好意思啊。照你的话说，你们俩就是有缘呐。
而且你在凡间和他同床共枕了几个月，虽然在天上也就几个时辰吧，不过也算是破天荒了。你往回想想，你活了几万年，多少宴席，多少女仙想与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可曾给过机会？所以，若非动情，又怎么可能与他同床呢？好了，别再争了，情呢，动就动了，咱们继续说。说什么？你把三叔找来，不就是想问我，怎么样才可以让他喜欢你吗？不错。不过这凡间女子吧，我倒是没接触过。有句话说得好，自古美女爱俊郎，没有哪个妙龄女子不喜欢俏郎君的。你走到她面前一站，对她笑一个，保证她骨头都酥了。不屑用美男计啊？好，那换个别的。自古美人爱英雄，你去那山上放个妖怪，出来吓吓他，吓得他魂不守舍的时候，你就提着清明剑英姿飒爽地冲出去把那妖怪给打死。于是你就成了他的救命恩人，他无以回报，只能以身相许喽。所以当初三叔就是以这种方式骗程昱对你以身相许的。程昱和我在3万年前就缘尽了，那是前尘往事了。还要你好好提他干嘛？继续说你的，这法子喜不喜欢？这法子行不通，三叔。前几日我在他面前现出真身，他竟然一点都不害怕。她并非一般的女子。哎，美人计你又瞧不上，英雄计又行不通。哎，那不如反过来，用个苦肉计怎么样？三叔，喜欢这个？唯独这个，还勉强能用。多谢三叔。哎，三叔提醒你一句，你给那个俊极山做个仙帐，将它层层罩起来，避开天上的耳目，否则你一天族太子住在东荒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发现的。三叔放心吧，我上来之前已经做好仙帐了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长这么帅，选什么苦肉计啊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呀，你说你得罪谁不好，非要得罪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说了，像你这种人，好好承办承办。这人，恨我，障眼法。行。你这运布我看了，坏事不少干啊。阳寿嘛，哟，阳寿就到今年。我大老远跑了一趟，得给你写点什么才好呢？本来还想着快要到冬天了，给你挖一个蛇洞，让你好过冬。谁知道黑龙飞天了，我也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走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
好多血！完了完了，这些草药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，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。哎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！你刚刚流了好多血，你没事吧？姑娘不必担心，只是小伤而已。你还小伤？你一直都在流血，你在这待一下，我药马上就弄好了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我还没帮你清理伤口呢，等我一下。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？不必劳烦姑娘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我帮你擦一下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疼吗？我去帮你换一盆水吧。莫非我做的太过分了？他怎么哭成这样？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？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，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。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，我怕你的伤好了。伤竟全好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刚刚……素闻东荒俊极山有奇草，是疗伤圣药。莫非姑娘给我用的就是这奇草？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奇草。那，你可还有内伤？姑娘说的对，内伤很重。为何会伤得如此重？是有仇家寻仇吗？路遇妖怪，就缠斗了一番。妖怪？
这里有妖怪吗？姑娘不知这山上有很多妖怪。我在此住了数月，从未见过什么妖怪。那妖……你这么难受，还是别说话了，先躺下吧。也好，多谢姑娘。我去帮你弄点吃的。好。我在山下用一筐枇杷，只换了很少的米，也没什么菜。辛苦姑娘了。来。好。看你这样子，还是我喂你吃吧。不敢劳烦姑娘。没事儿，反正我平时也经常照看一些受伤的飞禽走兽，不麻烦的。姑娘果然心善。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居住，镇子又远，与其说是收留他们，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。否则只有我一个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我看你伤得这么重，不如你先留在这休养吧。反正我换的米应该够你吃上几日。多谢姑娘。你的呢？我今天煮的粥好像不够多，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。姑娘，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？我既无名字，也无家人，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，也没有朋友。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一个，可好？你送我？姑娘穿得如此素雅，素素两字，与你很配。素素，素素，好，那我就叫素素。谢谢你送我名字，我去帮你找果子吃。姑娘，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哦，我倒是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夜华。夜华是哪两个字啊？哎，你能写给我看吗？我知道了。
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不是碰到你的伤口了？无妨。那就好，快走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就是想烧点东西给你吃。你烧点东西会有如此浓烟？一向都是这样的呀。我来这里之前，你是如何生活的？因为我吃东西并不挑剔，饿了就找些果子吃，万一能猎到一些小兽的话，就把它们烤熟了吃。幸好你还知道要烤熟，不能吃生肉。我不能吃生肉的，一吃就会肚子疼。但是我以前养过一条小黑蛇，它就很喜欢吃生肉，每天都要吃好多，很是难养。很难养吗？你没养过蛇吧？自然不知道养蛇的艰辛。我那条小黑蛇十分的娇气，它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，而且我为了怕它冷，还帮它要来一床棉被呢。素素，你可知道蛇不需要睡床，也不需要盖棉被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能是我那条蛇与众不同吧，所以后来它真的变成一条大黑龙了。大概有茅草屋那么大，然后飞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好了，不与你说那负心蛇了。屋子里应该还有一些果子你可以吃的，我去帮你采一些草药回来。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，我见你迟迟不归，我就来寻你了。我是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我上次进来这林子，足足走了7、8日才走出去。7、8日？能迷路迷成这样，也算是本事了。我知道你想笑话我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忍着，你笑吧。我对不聪明的人，一向是很宽容的。你本就受了伤，又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怕是没力气再走回去了吧？本来呢，我只想给你采点草药就回去的，结果自己反倒是迷了路。我这种人，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。难怪我那只小黑龙，它走了以后，都没再回来看过我。它应该是很嫌弃我吧？你很想它？或许它是不得不离开的。龙是上古神族，出现在凡间，大多是为了降妖伏魔。也因为它是神族，并不能长久留在凡间，否则会影响凡人的命数，惹出麻烦。是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
上次我的小黑龙飞走的时候，城中的百姓好像确实说，他降服了赤焰金泥兽。对，金泥兽。你怎么知道？看来咱们今夜怕是要在此处住上一晚了。你弄个火堆，我给你讲讲。好，你等我。你继续说吧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讲的故事呢，是没有茶楼的人讲的动听，但是至少没有人说过。这赤焰金泥兽在10年前来到了东荒俊极山，便令此山下的中荣国10年大旱，千年焦土，举国子民颠沛流离。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到了第10个年头上，这金泥兽越发猖狂，竟看上了国君的妻，并将她掳回了洞中。然后呢？染指了。哦，你看你这个人，我都还没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就脸红了？那你就继续说吧，把故事说完。然后这金泥兽就被你养的那条小黑龙给降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那黑龙虽然打败了金泥兽，却也受了点小伤。然后，就遇到了你。怎么办呀？好，我来。本来米就不多，又浪费了。没关系，待我伤好了，我想办法去弄些吃的。你再不养好伤，我就要陪你一起饿死了。我怎么睡在床上？你睡到半夜都会自己爬上来，我身受重伤，自然拦不住你。那也是我要抱着你的。不错。不要动。我有碰到你的伤口吗？
你睡着了？这是最后一点米了。夜华，说吧。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，没有问题，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，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，真的有点困难。这些米，是我用摘了半个月的果子换来的，没几日就吃干净了。现在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。没有存粮的确是个问题。如今已是深秋，过冬会是个难题。不是过冬的问题，那是什么？我看你身上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也该离开了？你要我离开？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，只是我虽然救了你，但我养活不了你。你救了我，我自然应该留下来报答你。不用报答，我救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。你想不想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。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不管你收还是不收，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。可是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缺。你可以慢慢的想。你若真的要报答我，不如以身相许。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没有人陪伴，太寂寞了。所以，你若真的要报恩，不如就以身相许，来给我做个伴。当然，若你不答应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毕竟我只是救你回来，也没做什么，算不得多大的恩。好。好。我答应你。以身相许。我本以为你会考虑个2、3日，你这么快答应，什么都没准备呢？准备什么？你既答应以身相许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着东荒大泽拜个天地，发个誓言，结为夫妻，不能相欺？虽然我没有父母，
但若连这一步都省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你要成亲？我想成亲。我从未与人拜过天地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一切从简吧，形式并不重要。一切从简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买东西。买东西？这屋里除了你那大红喜被之外，我们还得添些其他的物件。那不是喜被。看一看，都需要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走吧。失风了，啊！看那个人，新鲜的水果。疯了吧？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知道那个道士为什么疯吗？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这道士他有老婆啊。早年走散了，前几日忽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个孩子。他刚带孩子去认过祖宗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啊，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过来了，找到了这个老道士，一顿棒揍，把孩子带走了，还把他这辈子攒下来的银票、禁书都给偷走了。这下那可真是失心疯了。哎呦，不过几日没见，唱得比戏里还精彩。怎么，你认识那道士？是个恶人。得罪过你？他曾为难过我2次，看起来已经是遭了报应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你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你还需要添置什么吗？你已经把你唯一的玉佩都卖了，只换了这么点东西，难道还要把你这把铁剑也卖了吗？小二，去水。好嘞。我让你跟我成亲，又不是让你给我添置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夜华，我只有那间草屋，你就跟我成亲了？你真的不是骗婚的吗？让我以身相许的人可是你，后悔了？放心吧，我不嫌弃你。不过你就这么跟我成亲了，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？还是他们也不在了？日后的事，日后再说吧。这衣服这么好看，只穿1日，岂不白白浪费了？你若是喜欢，穿上1整年也无人管你。夜华，若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，发现我们性子不合适，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这样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也没带我见过你的父母，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外面擅自娶妻了，可会不高兴呢？还有，
忘记问你，你是否有婚约在身？在镇上，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，都已经娶妻生子了。你是否有婚约？素素，我家中的情况很复杂，实在一言难尽。不过你只要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妻。我既娶了你，就不会负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这个要你夫君亲自写给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什么，你就跟着我说什么。嗯。我觉得有点心慌。没事儿，不就是拜天地吗？好了，来吧。我夜华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，与素素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素素今日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与夜华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们既已成了亲，有些话我便要说在前面。你说，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负了我，你便如何？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。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。我若负了你，你便弃我，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？我并未与你玩笑。素素，
辜负你。留恋如时光搁浅，是重逢一如初见。数着年月，只为花开那一面。就算来来回回错过又擦肩，你的喜悲有了我全都遇见。3000繁华，只为你一人留恋。苏苏，夜华，快走！苏苏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我想做烧鸡给你吃，不是说好由我来做吗？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的喜服！哎，别去了，火烧得这么厉害，喜服早就要不得了。那是我们新婚的喜服，一辈子就这一次。若你喜欢，日日星红都随你。月华，你好会说情话。我们的房子烧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啊？你想住哪儿？我就想住这儿。哎，月华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害怕这个火的。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，真的没关系的，你别担心我，夜华。你。火呢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你不会是妖怪吧？难怪我初次见你，就觉得你与众不同。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还能这么快好起来。月华，你不会就是那个祸害百姓，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？苏苏，你为何认为我是妖？怎么？你怕了我？夜华，不管你是什么妖怪，我既和你拜了天地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夜华，若你真的是那个金泥兽，那你一定与我饲养的那条小黑龙有过一番恶斗。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，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他对这里最熟悉了。不行，我们赶快走，快走！苏苏，若我真是妖，你还愿跟着我？夜华，从今以后你都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我既发了誓言，与你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永不相弃，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了。连死都不怕吗？死有何惧？我就是这样的性子啊。虽然当初我让你以身相许，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，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，已经是夫妻了。所以，既然是夫妻，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哪怕
你做的那些坏事，让你去用命偿，我也随你去偿命啊。最坏不就这样了吗？再说一次。在这天上地下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处，只要你不负我，我便永远不会弃你。夜华，我们还是快逃跑吧。不必逃，我并不是什么妖。你不是妖怪？素素，我只是个凡人。啊？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，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。哦，怎么？失望了？不是，我刚刚已经想了至少有100种逃亡的办法了。怎么你们修道的人还能娶妻啊？